Hello，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妍锦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他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妍锦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
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着吧，兄弟。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延锦，我今年26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我之前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快拉倒吧，我看你长得像离过婚的。也有一些人追我，但是追我的人岁数都比我大，30多岁，比我大30多岁。是不是挺荒谬的？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黄延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现在好了，富不富我不知道，老翁是全送我这儿来了。现在追我的恨不得没有50以下的。算命的说我今年犯桃花，我都纳闷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最近有一个男生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啊，比较年轻。52，我都觉得他有点幼稚。他是我的一个领导，他会半夜3点翻到我2年之前的一条朋友圈，给我点了个赞。我说老年人是较少哈。我是个很爱发朋友圈的人，我算了一下，2年来我发了2000来条朋友圈。半夜翻我2000条朋友圈，拿我朋友圈当读者看了。而且我是不知道你们朋友圈平时都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我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很简单，全是我对一些事儿的想法，我对一些事儿的观点。我发现这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翻了我2000多条观点，就赞同我1条。我都觉得他那条不是赞同，他在那儿留了个书签儿，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吧。你没有办法，你那会儿刚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总给我点，我也不好意思完全不理他，所以说刷到他的我也会给他点一点。问题是，他给我点的全是我2年之前的朋友圈，没人发现。我给他点的都是他最近的朋友圈。现在所有同事都在传我要追他。在他朋友圈里面只有一种赞我是不怎么敢点的，他会分享他自己的健身视频，还会喊我一起健身。他喊我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和你健身，哪个公园哪棵树啊？我有时候看他发那个视频，我也觉得挺搞笑的。我还想去跟同事聊，我说，哎，你看他朋友圈发那个健身视频了吗？我同事翻了一下，说没看见呀。我说我也没看见。他会对我的穿着打扮提出他自己的建议。有一天跟我说：“小黄，你平时这个妆化得太重了，男生不喜欢你这种类型，没有安全感，看不住，看不住。什么人的择偶标准是能看住啊？别人想找个好看的，他想找个好看的。而且我说心里话，也没有必要看着我。按照岁数来说，我感觉他更容易走丢。”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在跟我搞暧昧，他有点太笃定了，他笃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会不会其实我喜欢他，就是我没发现，他发现了。过了几天给我发来这么一条消息，他说：“黄延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当时看完脑海内警铃大作，我说坏了，这老头要跟我表白。你怎么回他？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说我喜欢年轻的。有点过于针对他了。我说我喜欢长得帅的，他这种人又很难认为自己不帅。你很难找一个切入点。我真的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回了他一句，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不要小看这个哈哈哈，很有巧思。多一个哈4个哈呢，显得有点热情了。少一个哈哈哈，又过于嘲讽。哈哈哈，就可以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智慧的、最委婉的拒绝了。大爷回我说：“我想把自己介绍给你。”
我回他176个哈，176个哈就能把这句话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发现他这种人不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面斥不雅。就是你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很多话其实不需要我当面骂你就应该明白，对吧？你就感觉他在装糊涂，因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跟他的领导一点就通，怎么到我这一点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他只能听到你我对象。我后来真的是累了，我都开始希望他能正儿八经跟我表白，真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好好的跟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滚。我需要一个这样直接拒绝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喂，小黄，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呢，都很恶心。他说喝多了，我就喝多了跟你说啊。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以后我老婆要是能长成你这样，我说你看不住。讲到这儿吧，行。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2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没有人告诉我。哇，直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张家界，我去买水果的时候，店员也会用黑色塑料袋装水果。他说因为害怕猴子看到。会抢，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因为现金、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对吧？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啊，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因为即使他气到吐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50精彩会停。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谢谢大家，我是甜甜。哎呀，
寿桃非要来。哎呀，大家好，我是梁岩。啊，有朋友已经认识了是吧？去年就来了啊，走得太快了啊。其实我觉得淘汰的早呢也正常啊，确实还是年纪大走人家前面了。节目第一期一播，我朋友非常高兴，说：“哎呦，我说你是不是马上就走起来了？”我说：“啊，我说马上就走了。”大家知道吗？去年年底还有一个活动叫爱奇艺尖叫之夜。啊，你看有的朋友知道，你别说我去啊，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朋友也问说：“哎，我说我看那尖叫之夜那谁谁去了，你怎么没去啊？”啊，我说我自己叫了啊。我也叫了一夜啊，跟哪儿叫不是叫，去年上节目，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啊，跟头部演员的差距。你看他们就会有单人的广告在地铁里，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都是真人在地铁里。对吧？你看这些头部演员，他们的自媒体都是商务，我那儿都是业务。我现在很多评论都是说，梁岩老师非常喜欢你窗口工作的段子，请问现在失业保险一个月多少钱？我医疗保险这个月断交了，下个月还能报销吗？哎呦，我说这是不是就叫事业粉儿？关键是什么？关键好多我也不会，我还得给他问。我现在新段子没写多少，业务突飞猛进。说实话，去年你看节目播呀，我自己我都没敢看，我自己看自己，我还是觉得会有点尴尬。但是呢，看了看大家的评论，我发现你看这么多年脱口秀综艺演下来，确实还是培养了一批非常专业的观众。大家去看我们去年的节目啊，说小罗文本很好，新仔呈现很好，梁岩普通话标准。哎呦，我都夸到原材料上了都。夸你实在没得夸了，就好像我们出去吃饭啊，说这厨子炒这菜卫生，你都不如说这厨子普通话标准。当然我也想了，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对吧？因为你想，就是他们的文本和呈现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场演出中表现不好，但是我的普通话始终标准。但是确实啊，这个也不值得高兴。你看，大家也了解，现在啊，网上就是这样，任何一个评价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哪怕你评价的就是声音，也不行。你看，有的人说北京话好听，亲和啊，他这个普通话标准不用看字幕；有的人啊就说傲慢，哎，瞧不起人，就他这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有点歧视外地人。哎呦，我说还听出来了。没法解释啊，他没有逻辑，他不说内容，他就说口音，这玩意儿怎么改啊？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北京话被歧视是因为疑似歧视外地人。他那个评价啊，他那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歧视外地人。其实大家听我这个音儿就挺高的，是不是？再高。我试了，再高一点儿，我除了皇上谁我都瞧不起。你们看，就这一个口音吧，就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好听，有亲和；有的说歧视、瞧不起人；还有一些啊，说北京话自带阴阳怪气儿。笑什么？这是铺垫啊，这是铺垫。我自己不觉得啊，我看好多朋友写 report 说，哎，说听梁岩讲脱口秀就跟那个单位同事啊、大哥聊天似的，挺好的。我自己判断不准，我回家问我妈，我说您觉得北京话阴阳怪气儿吗？我妈说哟，这你还用问我啊？有一点。节目下来，你知道吗？也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是还是没有人认识。我现在在北京呢，大概啊2周被认出来一次，2次被认错一次。节目播出，夏天我逛潘家园，
逛完了呢，我出来打车去演出，我打那车还没到啊，另外一辆车停我前面了，摁下窗户来看我。颜良，颜良，哎呦，我这都喊激动了。我说我现在都有外国粉丝了啊！嘿，真是你啊，喜欢你啊，走了。我去，大哥很自信，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我。大哥认错了就走了，一会儿我打那车来了，我打那车，网约车挺逗的，前面摆俩手机。一个导航，一个炒股，他就给我一种啊一边挣一边扔的感觉。但是这个挣的吧，就远远赶不上扔的。我甚至觉得他如果不炒股，他可能都不用开车，因为你想他一边开车一边炒股啊，你不难判断他大概率炒的不怎么样，是吧？这师傅明显也不太会，握着方向盘啊，一直盯着这个股市看啊，也不看路。我坐在后边我就害怕。我说师傅，我不懂啊。我说这个得一直盯着看啊。师傅说啊，你不懂。我跟你说，这股市我跟你讲，瞬息万变，你一眼看不见，很危险啊。我说路上也是啊。哎呦，我说这是不是就是巴菲特说的“别人贪婪，我恐惧”啊？我也太恐惧了。这师傅啊，就只看大盘，完全不管方向盘。你就感觉也看淡生死了，也不看导航。我说对，导航也别看了，是吧？人生方向都错了。一边看啊，一边抱怨。他说：“你说我们这股市啊，怎么搞的啊？越来越差。”我说：“是不是有人干事不专心啊？”师傅也没听懂，继续抱怨：“我们的股市一瓶酒卖那么贵，你说正常不正常？我跟你说，这不完蛋了吗？你说是不是？”他说完啊，那车马上就安静了，唯一还有一点动静，就是我前面的那块屏幕还放着那些头部演员的广告，气得我就把头扭过去了。当时我们那车上啊，就是他不看导航，我不看副航。确实我不炒股，我很难跟他共情。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马上又要红了的演员。司机看我不理他呢，就继续看手机。看看股市，看看导航，看看导航，看看股市。哎，该红的不红。我跟你说，人有时候共情就是一瞬间。我说没错，这世界完蛋了。谢谢大家，我是连夜。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郝方舟。大家好，我是赵小凡。我们是古语。我们是厦门来的一个漫才组合，这个确实。哎，我其实想问问你，就是在平时讲漫才之余，你喜欢干什么事呢？我其实最近一直在追剧，追剧，追那种讲刑侦探案的美剧。哎，我觉得整个办案的过程非常刺激，你能不能陪我体验一下呢？演一下这过程？对，没问题啊。从哪儿开始呢？这种案件一般是以警官接到一个电话开始，接电话开始，打电话开始。喂，你好，请问是赵警官吗？哎，这里是赵警官，外卖给您放门口了。从哪个电话开始？你要发现一起案件，发现一具尸体。喂，你好，赵警官，我发现一具尸体啊，是吗？给您放门口了。尸体也放门口啊？尸体也放门口啊？有点凉了，实在不好意思啊。这玩意儿它就没有热的，明白吗？这样，你也别报案了。咱们现在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你来扮演一下我的搭档。赵警官，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哦，这个就是被害人的尸体。翻翻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赵警官啊，他身上有个钱包，有个钱包，钱包可太拿出来，别急着揣起来，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赵警官，钱包里面有一个生日蛋糕的小票，小票吗？上面日期写的是8月8号。这个小票就是我们了解被害人很重要的线索吗？没错，这个线索就说明被害人虽然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因为8月8号狮子座是吧？对啊，你不知道吗？狮子座的人一般外表强大，内心脆弱，不会轻易爱上一个人。他现在是轻易爱不上一个人了。
我意思是，咱拿小票去蛋糕店调查，就知道他身份了。哦，明白明白。接下来我们要在现场找一些线索，任何你觉得可疑的东西都可能是线索。可疑的东西。赵警官，赵警官，哎，我觉得那辆车就很可疑。可疑在哪儿？你看它的车牌号，车牌号。如果把它的车牌号乘3，乘3加5，加5，再把最后2位对调，最后2位对调，正好是今天的日期，正好是。这也太蹊跷了吧！这哪儿巧了，大哥？你都算3轮了，你在试镜给我身份证号就算出来了，你不要硬把它往可疑上编，好不好？明白。所以这辆车牌号奇怪，并且沾满血迹的车并不可疑。沾满血迹倒是早说呀，你咋不等我死了才告诉我？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已经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了。咱们现在确认他的身份，咱们现在冲去他们家。现在去他们家，去他们家。不许动，举起手来。赵警官，他已经全都交代了，算他识相。他说什么？他说这边是305、306在那边。看清楚再揣呀！看清楚再揣，看清了是305，看清楚还揣305。我自己来，好吧，我自己来。不许动，举起手来。你跟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有关，你跟我们走一趟。你也跟我们走一趟。你抓这谁呀？哦，赵警官，他刚报案说那个有人把他家门踹坏了。那是谁踹的呢？那我也跟你们走一趟。废话。咱们这样，门的事之后再解决，先抓人好吧？你去审，我去审，你去审，保证完成任务。那个个人情况麻烦交代一下吧，干什么工作的？哦，脱口秀演员，去年上过喜单。脱口秀演员，我看过你，你普通话特别标准。你把梁岩抓过来了是吗？哥没事，你就先走吧。不是，哎，不是，为什么人就给放走了呢？哦，赵警官，我问清楚，他其实是咱们这个案件的目击者。不对，他是目击者的话，那被害人是怎么死的？哦，法医鉴定报告也出来了，说被害人是心脏病突发走的。不对，他心脏病走的话，那辆沾满血迹的车怎么解释？没错，现在唯一的疑点就只剩下那辆沾满血迹的献血车了。献血车，献血车，不是，咱俩在这儿费半天劲，心脏病没的。我早就跟你分析出来了，跟你说了，你没信啊？你哪儿分析出来了你？我说这个人虽然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在这儿分析出来的，够了吧你？谢谢大家。好了，哎，收。大家好，我是张宁，谢谢大家。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挺凶的。哎，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那去年那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自己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这个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
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个哥们儿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一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儿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2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2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哎，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2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呀！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
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NWMY，Nobody will marry you 哈。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看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是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
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给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学呀。结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4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